陈州哥哥，我也不愿相信姐姐会做这种事，可这些东西都是从姐姐房中搜出来的，灾民冤祠旧案木牌，还有煽动百姓闹事事的反状。你胡说，那些线布东西不是我娘的。温州，我知道你护着你娘，可证物摆在这里，总不能就是栽赃。温州，退后。娘，听话。江清言，你有什么话说？大人，搜我屋子的人是谁？府中护卫。护卫进屋时，我人在何处？后厨。我屋门钥匙在何处？姐姐屋子常年不上锁，下人都知道。姐姐现在问钥匙，是想说证物来路不明吗？顾姑娘倒替大人答得快。我只是怕姐姐越说越错。那这些所谓反事字是谁写的？已经没有意义，东西藏在你屋中，便足够让外人拿来做文章。既然顾姑娘说没有意义，我便问陆大人。陆镇从不上锁的房中搜出，搜查时我不字迹无人验，木牌来源无人查，大人凭这些能定我的罪吗？陈州哥哥，姐姐怎么能这样说？你不是要定他的罪，你是在救他。姐姐，若这些东西传到督察院，你就不是被问几句话这样简单了。我今日来，只是不想姐姐一时糊涂。看了陆府，看了我爹3次。赵月，你说什么？第一次说政务之前救我娘，第一次说害了陆府，你每次说到要紧地方都看我爹。先生教过，背不熟文章的人才总看提醒的人。对，他心虚。赵月，你还小，不懂大人的事。今日进娘屋里的人有一个脚拐。你说什么？左脚落地轻，右脚落地重，从西廊进，从北廊出。府里护卫没有脖子。小孩子听错了也有可能。我没听错。孩子的话，大人可以不信；我的话，大人也可以不信。可府中护卫名册在你手里，搜查屋子的人也在府中，现在去查还来得及。陈州哥哥，今日之事已经闹得满府夫人，若再变本就牵扯江南旧案，传出去城市少卿包庇内奸。这是什么？旧物。谁的旧物？亡人的旧物。江青说，你到底是谁？姐姐，你若有难处或就说出来。我是你的妻，5年前你在城南救下我，给我一个容身之处，我替你理案牍，替你抄供词，是我夜里生下3个孩子。你手里那块木牌，你若问我，我会答；你若审我，就拿证据；你若审我，就拿证据。江青词，灾民冤祠在你房里，反状在你房里，怀远侯旧牌也在你房里。你说证据不足，我可以不把你送官，但你不能再留在陆府。什么？爹，你要赶娘走？这是休书。原来大人已经写好了。江青词，姐姐，你别怪陈州哥哥，他也是为了陆府，为了孩子。你若清白，出去避一避，等风头过了，陈州哥哥一行，我知道阴生经你的查生名相。我不叫你，我娘不是我姨，你是坏人。温州，温州，够了。娘，他不信你。我知道。好。你只说好。陆大人还想听什么？5年夫妻，到此为止。娘，小心。娘，我们一起走。我跟娘。陆大人，告辞。江青词，孩子留下。大人刚才说我私藏反状，牵扯旧案，这样的人生下的孩子，大人还要留在府里。他们是陆府血脉，孩子毕竟是陆府的孩子，姐姐一个人带出去，难免让人议论。顾姑娘方才不是说这3个孩子血脉也需查验吗？我只是担心陆府名声。你就是想把我们从娘身边抢走。你说话前又看我爹了，他怕爹改主意。陈州哥哥，你看他们已经被姐姐教坏了。既然要查，便等查清后再说。今日我带他们走。你若踏出这个门，便不再是少卿府夫人。夫书在我袖中，大人不必提醒。温州、赵月、巡安，走。娘，我们去哪儿？先离开这里。江娘子，顾姑娘吩咐送你们出城暂避。顾姑娘，娘，他们不是府里的人。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城外有处干净地方，娘子去了便知道。我们不去。小公子，别让兄弟们难做。温和，别动。娘，他们要害我们。现在挣扎只会受伤。娘，我们记证据。记。车轮窄，车厢旧，往西边停过。江娘子，请吧。好。娘，走的是西小巷，不是出城官道。这里有纸，看得清吗？纸上有香粉味，和姑府请帖上的味道一样。他们真要害我们。那怎么办？等会儿不管看到什么，都不要乱跑，听娘的话。我记住了，顾府香粉，西小巷，马车绕路，前面是土路，车速慢了，附近没人。娘，我不怕。害怕可以，手稳，脚听话，就能活。到了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少问，下来。别碰孩子。江娘子，进去歇一晚，天亮就什么都好了。娘，这不像住人的地方。车辙很深，来过这里的马车不止1辆。都记住。进去吧。进去吧。娘，遗书。他们想说我们自己死的。是模仿我的口气写的认罪之言。
字像3分，收笔太圆，不是娘写的。留着。他们在做什么？放我们出去！省省力气吧。别拍，省力气。娘，他们要把我们关死在这里。温州，看着娘。我看着。害怕可以，哭也可以，但手要稳，脚要听话。我们要出去。我听娘的。赵月，把你看到的东西记下来，遗书、白令、纸钱、门钉都记清楚。我记。巡安，找风。好。娘，这里有风。温州，赵月，帮忙。我来。这边松了，下面是空的。下面有路。风从下面来。木梯烂了，慢些下。一个一个下。温州先，赵月第二，巡安第三，我最后。娘先。你是哥哥，先下去探脚下有没有空处，娘在上面扶着。好，我先。我会把遗书护好。外面脚步走远了，但还没离开。快！娘，下面能站人。我没事，前面有路。别出声。一刻钟后点火，烧干净些。别动。顾姑娘说了，要烧得像畏罪自尽，别留刀口。遗书放好了，门钉也钉死了，烧完就走。赵月，赵月，点火，烧干净，遗书放了，门钉钉了。外面在点火，所以我们更要活着出去。娘，这边。左边有人爬过，泥是新的。从这里挖。我挖。碎石放这里，别割手。快一点，烟进来了。再挖。洞开了。能出。赵月先。娘，快！温州，出去。娘，你快来。走。娘，我们总算逃出来了。信件与残页全都妥善保存。众人往城中方向离去，行经西南小路。一指示前尘，一指寄余生。娘，不回陆府。娘，那我们去哪儿？先活下去。娘，你脸上的东西掉了。娘，你的脸。走，去后山荒井。娘，我们还会回来吗？会。回来告他们吗？不是告一次，是把他们说过的假话，一句一句全写进状诗里，全写进状诗里。娘，我们真能回去吗？能回去。凭什么？凭证据还在，凭我们还活着。娘，我们当真脱险了。不可久留，天亮后对方若进山搜查，我们仍需赶路。书信残片都完好，并未遗失。此地近期无人到访，踪迹稀少，可暂且休整。先查看下伤势。我没事，就是手破了一点。我袖子被木刺划破了，没流太多血。我膝盖青了，不碍事。疼就说。不疼。说谎。有一点疼。疼也得记住，以后跑的时候手要撑哪里，不能乱抓。我记住了。赵月呢？我也记住了，以后遇到这种地方要先护指再护袖子。命比纸重要。可没有纸，我们就告不了他们。对，所以你做的也对。娘，你脸上的东西要掉了。娘，你的脸。娘的脸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娘脸上一直盖着东西。这是伪装。那我呢？我也有吗？你们都有。我们也在装。从前要活命，只能装。我原来长这样。我原来长这样。我和以前不一样了。我们终于不用藏了吗？从今天起，不用再为这张脸藏着。娘，爹真的不要我们了吗？昨夜不要我们的，不只是他，还有顾寒霜，还有他背后的人。顾寒霜最坏，他放火烧我们。他想要的不只是烧死我们。这封遗书会让人以为娘畏罪自尽。对，那我们就去衙门告他。现在不能立刻告，一船烧了，门钉白流，油痕都没了，只有这封遗书和那张碎纸。还有车辙，还有灰衣人的脚步轻重，还有西小巷的路。可我们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？要做，但不是乱做。那怎么做？先告诉你们，我是谁。娘本名江青瓷，不是寻常人家的女儿。娘出身怀远侯府。侯府？所以那块木牌上的怀远不是别人的，是外祖父家的。是。那江南旧案和娘有关。10年前江南大水，你们外祖父奉旨督修河堤，又押送赈灾银南下。后来河堤决口，赈银失踪。有人说怀远侯府贪淫，用劣势修堤，害死百姓，所以侯府被定了罪。家族蒙冤，
外族当真犯下过错了吗？并未如此。那旁人为何这般定论？皆是有人刻意颠倒事实，掩埋过往真相。这封手案便是这般处境，府中留存的凭证亦是同理。那父亲为何不去查明原委？他尚且不清楚全部内情，可他也没有查。从今天起，娘不再是陆府江氏。那娘是谁？我是江清池，怀远侯府的江清池。江青瓷，我记住了。那我们也不是谁都能欺负的人了。从前也不是，只是从前我们要先活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去找证据，去找那个顾寒霜，还是去找外祖父留下的东西？我们身上还有多少银子？不多，还有2只银簪。回城要猪也要钱，吃也要钱。那我们是不是要先赚银子？先站稳脚，没有立足之处，连状纸都递不出去。娘会写状？对，南门外每天都有来告状的人，他们不会写，不懂规矩，常常连衙门的门都进不去。娘替他们写。白天卖茶招人过来，有人喝茶，也有人问状。南门外人多，消息也多，谁从哪儿来，谁往哪儿去，我都能记。我能听他们说话，谁撒谎，我一听就知道。我看字，贾文书有破绽。我认路，谁跑了，我去找。好，我们一起。那我们的摊子叫什么？盖简状语。还要有茶，茶棚最自然，不显眼。我们还要立牌子，写得大一点。走，进城。现在就去？现在就去。天亮了，城门也快开了。那这封遗书和碎纸我来收。照月收纸。那我收什么？你收住脾气。这最难。我看着他。你少看我。走吧。娘子啊，这些东西可都不便宜。2只银簪，换篷布、木桌、4只碗，再加半袋茶末。这可不够啊！你骗人！这簪子比你这些烂木头值钱多了。簪子成色好，少说值3两。篷布破了2个洞，木桌缺角，炉角也歪，老板不亏。哎呦，这丫头倒会算。这个炉子还漏风。你们一家子倒是谁都不好骗。换不换？哎，换，再给你们添一捆旧竹竿，算我认栽。我就说他想坑人。不是谁都需要喊出来。知道了，娘。娘，这里破了2个洞，下雨会漏。补上。我缝的不好看。能挡雨就行，能挡雨就行。娘，牌子上写什么？代写状词。好，这边空一点，真有人掀它，我们能往后退。为什么先想这个？因为会有人不想让娘写。要是有人敢掀它，你就先把针扎稳。知道了。哟，一个妇人写状纸，衙门的规矩他懂吗？别是骗钱的吧？还带着3个娃娃摆摊，这是讨生活还是唱戏？你们说谁？茶1文1碗，写状按时收钱，无钱者先写，按成后给。按成后给？你当你是谁？我看这棚子今天都未必摆得住。先看再笑也不迟。小丫头口气不小。你刚从西街赌房来，鞋上灰还没干，你只是来看热闹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西街灰细，南门土粗，不一样。要写叫状的做，要喝茶的也做，不写不喝的让路。娘子，你真会写状。会。求娘子救救我女儿，我告了3回，衙门不收，官差说我胡搅蛮缠，还打断我2根肋骨，可我家的田真是被他们抢走的。先喝。我叫赵大田，城南赵家村人。告谁？告刘三贵，李正的小舅子。他带人抢了我家6亩田，说我那地早就是官还，我女儿去拦，被他们推下沟，腿都断了。太欺负人了。田契有吗？有，祖上传下来的，还有这些年交税的凭证，我都留着。娘，这几年的年月都连着。刘三贵说是官田，他凭什么？一张田籍旁批，说3年前混入官田了，可他不给我看原件，只给官差看。你女儿受伤时谁在场？村口王婆、卖豆腐的陈二，还有几个孩子。他们愿作证吗？不敢。刘三贵说，谁敢作证，就让谁家徭役交到死。温州，听赵爷爷说到女儿时气短，声音抖，是真的心疼；说到建设人时，声音压低，是担心连累别人，他没撒谎。这孩子若3年前已经并入官田，后2年不该再收赵家的税。他是从赵家村直接走来的，脚上都是南边黄土，没绕别处。这状能写？真能写？能。你只说4件事：田契在，税凭在，官田旁批未给原主验看，伤情需官府查验，别哭诉，先摆证据。娘子，你写的像官府的先生，这状真清楚，不是胡写，好像真有本事。明日一早去京兆府击鼓递状，人若问你，就照这上面说，多多的话一句别加。娘子，多少银子？按成后再说。我给你磕头。别跪我，留着力气去公堂上站稳。谁准你在这写状的？我们没犯法。小崽子，滚开！写的还挺热闹，谁给你的胆子在南门外拒人闹事？差爷穿着官衣，正好
我也有几句律条想同你讲。你还敢跟官府讲律？他要先摊，只先护住。东巷来的，昨天那2个就是他们。差爷若要先摊，请先拿居片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若要拿人，就按律来。行，那我今日就看看，你这茶棚到底能不能摆下去。那就试试。你敢先一个试试？差爷若要先摊，请先出示居牌。哼，一个摆摊卖茶的，也配跟官府讲居票？民有冤，可自书状，也可请人代书，只要不伪造证据，不聚众闹衙，代书无罪。你拿律条压我？差爷穿官衣，我自然同差爷讲律条。南门外官道，不许你拒人闹事。我卖茶，按日交摊钱，我代书不扰官衙。若京院府有禁令，请差爷拿出来。你不拿禁令就来掀摊，不是讲理，是耍横。这话没错，真有禁令就拿出来呗。是不是你在这煽风点火？我只是来写状。差爷若冲着苦主来，那这状更该写。好，你等着。我等着。明日进了衙门，可别哭。我们告状证据，不告哭。娘，他们往东巷去了，脚步快是去报信儿，脚步快是去报信儿。娘，我再写一行。写什么？写状先问证据。这个好。赵叔，明日还敢去吗？怕，可更怕我女儿断了腿，还要被他们逼死。那就去。今晚把我要你记的话再记一遍。我听娘子的。赵叔，明日上堂，若府野问你告谁，你怎么答？小老儿赵大田告赵家村刘三贵强夺我家6亩祖田，推伤小女。若问你有什么证据？祖传田契，连年税平，小女伤情。不对，你说还有村见证的时候声音飘了。那我怎么说？你就说若大人准查，自有人证，别一上来就把人往外推，不然刘三贵先去吓他们。这一句说的对，我听出来的。赵爷爷，状纸在最上面，田洽抄件在第2章，税平在第3、第4章，伤情问哪章给哪章，不要乱。好，我记住。从茶棚到京饶府，走正街不走东巷，东巷里今日那2个官差去过，容易堵你们这几个娃娃怎么比大人还周全？因为我们跟着我娘办案。问周，赵叔，记住，明日进了公堂，不求情，不喊冤，只说证据。娘子，若我腿软呢？腿软可以，话不能乱。你就想着你是替你女儿站着。好，我站着。老东西，你还真敢来！待会儿上了堂，可别又说我们欺负你。娘，赵爷爷手在抖。娘，赵爷爷手在抖。抖不怕，别退就行。堂下何人？所告何事？小老儿赵家村赵大田告本村刘三贵强夺祖田6亩，推伤小女，伪称官田。小老儿有田契，税平，伤情可验。这状属何人代检？南门外明渊茶棚，江娘子代检。大人，那妇人来历不明，专门煽动刁民告官，他写的状属不能信。本府问你了吗？小人不敢。田契呈上，在这里。你说3年前已成官田，这后2年的税为何还收在赵家名下？大人，小人带了证人。大人，小人是赵家村村民周四，可以作证。那6亩地3年前就并入官田了，赵大田一直霸着不还。娘，他说谎。哪里不对？他说自己叫周思时很顺，说赵家村时顿了一下，他不是那村的人。娘，那张旁批的字不对，那张旁批的字不对，正文收笔往左，旁批收笔往右，不是一个人写的。够了。你既是赵家村人，本府问你，赵家村村口桥头供着什么？供着土地爷。胡说！明明是河神娘娘。我记差了。那本府再问你，赵家村春季先敲钟还是先撒米？先敲钟。赵家村穷的连钟都没有。大胆刁民，冒充村民，公堂作伪证，拿下！是。大人，这不关小人的事儿。验字。回大人，旁批墨色较新，笔迹与正文不同，移为后天。娘，我没看错，我也没听错，他想跑。哎呦！老实点！刘三贵伪造田籍，强夺民田作伪证，暂押候诊。昨日受贿扰民的官差一并拿下。大人饶命，小人只是收了几两银子，小人知错了。拖下去。南门外代写的姜氏何在？民妇在。状纸是你写的？是。你既会写状，往后不可百姓闹事。民妇只教百姓递状，不教百姓闹事。退下。江娘子，我女儿有救了，我家的田也有救了。案子还没结，
先别急着谢。小老儿身上只有这些，娘子你一定收下。第一桩案，收1文。1文，剩下的给你女儿看腿。好。真搞赢了。这江娘子是有真本事。我家那桩田契官司，是不是也能去问问？他写状不靠哭，真靠证据。娘，我们是不是赢了？第一步，告状不靠哭，靠证据。娘，有人盯着我们，让他们看。这份状纸是谁写的？回大人，京丈府那边说是南门外一个新开的茶棚写的，棚主自称江娘子。江娘子，听说那茶棚专替百姓写状，今日赵大田状告刘三富就是他写的。今日赵大田状告刘三富就是他写的，府尹还当堂收了状。这字，大人，这状史有问题，不是状书有问题。去查南门外这个江娘子带着几个孩子，今日都做了什么，见了什么人，一并查清。是。你到底瞒了我多少？大人，查到了。说，南门外老槐树下，昨日新搭了一座茶棚，木牌上写着改检状元，掌柜是个妇人，带着3个孩子，2男1女。那妇人呢？听说脸上没有灰斑，样貌很清正，不像从前少卿府那位夫人。没有灰斑。还有，京兆府外很多人都在传，说那茶棚不收哭，只收证据。备马。大人要去哪儿？南门。是。排号，一个一个来，丢鸡的别和丢牛的站一起，丢鸡的别和丢牛的站一起，哭得太厉害的先去喝口茶再说。我男人把我嫁妆卖了。先别哭太急，我娘说哭能哭，证据也得带。有一半。那行，3号先坐那边。姓名、住处、告谁，先说清。娘，东边那个灰衣人盯了半天，没喝茶也没排号，记住样子，不用赶。记住了。娘，他来了。谁？陆大人。他来干什么？写状排号。问州。陆大人，我叫江问州。27号。我来找你娘。来茶棚找我娘也是排号，前面还有26个。大人审案讲先来后到，我们这里也讲。这孩子真敢说，可也没说错。好，我等。何时借的银子？去年腊月。谁在场？他堂兄还有邻居王六。借条在谁手里？在他手里。明日把借条拓一份。明日把借条拓一份。没有拓本，就把借条内容一字不差背下来。下一个。8号，别发呆了，到你了。我儿媳不让我见孙子。婆婆慢慢说，先说住哪？娘，那辆车停了2回，都没走远。看车轮泥。不是南门泥，向北街青石边上的灰和顾府那边近。27号，陆大人。大人要写状。我有一份供词，想请你辩一辩。辩供另算钱。温州。哦。灾民后人新递的供词，我看不出破绽。大理寺少卿看不出的东西，要让南门茶棚的妇人看。你会？这不是灾民口气。哪里不像？温州，你听。他说家父闻监侯私扣朕银，悲愤欲绝，真恨一个人不会这么整齐，像背的。赵月，这人的字故意写的乱，可远字最后一笔还是上挑，银字左旁偏窄，和旧卷申供那种手一模一样。娘，外面那辆车又停住了。让他停。你早知道会有人盯着你。写状的人若不被盯着，只能说明没写到痛处。你到底还知道多少？大人今日是来辩供，还是来问私事？辩供。那这份供词不值钱。什么意思？这种假供查笔记就能拆，这种假供查笔记就能拆。真正值钱的是10年前的旧供、旧卷、旧成文。你想看江南河堤案旧卷？对，那是封卷旧案。可你已经起疑了，不是吗？大人若真想让我辩案，3日后带江南河堤案旧卷来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带来？凭你是审案的人，只要你看见裂缝，就不会装作没看见。往北街去了。
北街靠顾府。昨夜城外义庄起火，荒废义庄年久失火，不奇怪。门上有新钉痕。大人既查到了钉痕，就该继续查钉门的人。江青瓷，昨夜陆大人，今日茶棚打烊了，而且明天的号也快满了。这茶棚规矩还真大。3日后，我带旧卷来。好。你为何懂得这些？这是第2个私事问题。后日满了，大后日也满了。想问私事得另排。而且要站线外。我会查。那就查案。娘，他会带旧卷来吗？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看见问题了。那外面盯着的人也会更急，急才会露破绽，急才会露破绽。我们一定告倒他们。不是只靠狠，那靠什么？靠证据，靠他们自己留下的错。江娘子，我家姑娘命我送帖，前些日子少卿府里有些误会，明日太傅寿宴，姑娘想请你过府一叙，也好当着诸位夫人的面把话说开。这帖子上的香味儿和义庄马车里的碎纸一个味儿。小公子说笑了，字也不一样，这不是顾寒霜亲笔，是太傅府书房里的人代写的。姑娘只是请江娘子赴宴，小小女何必说这些？我会去。娘，你还真去？他摆明要害你。他要出牌，总得让我看见牌面。请帖从太傅府书房出来，局不会小。青罗不是一个人来的，巷口还有2个，等他回话。明日我带赵月去温州巡安守茶棚。为什么又不带我？因为你脾气快，顾府等着你先乱。我现在能忍。若我1个时辰没出来，你拿这张状子去大理寺。娘，你连状子都提前写好了。出门前先备状叫准备，出事后再补，叫晚了。我记住顾府后巷的路，若真有事，我去盯人。这个寿字最后一笔压得重，和义庄碎纸上的笔息很像。明日进去后，你只看，不急着说，等他把戏唱满，等他把戏唱满。我明白。江娘子，那奴婢就回去复命了。告诉顾姑娘，我一定到。江娘子请。娘，时辰我记着呢。收好棚。我看后门。娘，我不怕。不怕就好。进去指认字，指认物，指认证据。姐姐来了，我还怕你不肯赏脸。顾姑娘相邀，我自然要来。这就是南门摆茶棚写状的那个，听说被少卿府休了，还敢抛头露面。我娘靠本事吃饭，不靠旁人赏脸。小孩子直率，诸位夫人莫怪。姐姐平日就疼孩子，由着他们说话。是啊，小孩子家童言无忌。顾姑娘今日请我来，不会只是听旁人议论吧？姐姐，我只是想让京诸位夫人知道，我与你之间并无仇怨。前些日子外头流言太多，说我害你，说我容不下你，我心里实在难安。你若真难安，就该拿证据说话。这位便是山门写状的江娘子。民妇江青书，见过太傅大人。女子懂些笔墨是好事，可旧案不可乱翻，状纸也不可欢写，翻得多了，惊扰亡人，不见得是福。若亡人有冤，不翻才不得安宁。父亲，今日寿宴不说这些。青魔，把东西拿上来。前些日子有人在江南旧宅中寻到一封血书，原本不该在寿宴上拿出来，可如今有人借旧案兴风作浪，我实在不忍灾民后人再被蒙蔽。诸位夫人请看，这血书写得明明白白，怀远侯贪朕淫患猎食，害得无数百姓家破人亡。姐姐，你如今替灾民写状，怎么反替怀远侯府鸣冤？我要看原将。赵月，这可是血书，怎能由你一个孩子碰？既然拿出来作证，就该让人验。若只许念不许看，那它只能算故事。这话有理。给他们看。看吧，赵月，你看。姐姐，你让一个孩子看这个？顾姑娘怕我看出来吗？你一个小孩子能看出什么？这不是灾民写的。赵月，话不能乱说。这封血书一共132字，凡写到怀远侯，远字最后一笔都往上挑；凡写到朕淫，淫字左旁都偏窄。这个习惯我在旧案正供里见过，也在这张请帖上见过。不是灾民写的，是同一个会仿字的人写的。你昨日不过瞟了几眼卷宗，就敢在这里胡说？顾姑娘在意的是他看了卷宗，还是这血书是假的？我只是怕小孩子说错话。你方才说血书是在江南旧宅中寻到，哪一户旧宅？灾民旧宅。灾民姓谁生，住哪一川？谁把血书送到顾府？何时送到？送来时谁在场？这些我一时记不清。记不清来处，却记得拿他当众定罪。顾姑娘的证据到省市。江娘子，今日是寿宴，不是公堂。这是你父亲写的血书。血书真的能定人的罪吗？血书可以伪造，但布料不会说谎，布料纤维细密，非市面常见。太傅大人把血书抬出来那一刻，这里就成了公堂。还有写血书的不是寻常粗麻布，是京城云卷，边角很浅，但有顾府库房的防虫朱砂印。不可能！
顾姑娘，这封血书出自顾府。不是，这是魏先生从临川带回来的。魏先生，太傅府幕僚魏良。够了！民妇只是问政。送客。姐姐，你真要为了怀远侯府与顾府撕破脸吗？不是我要撕破脸，是你们把假证物摆到了我面前。这封血书，请顾姑娘收好，以后上堂要用。告辞。娘，他们没难为你吧？没吃亏。顾寒霜说漏嘴了，血书是魏先生带回来的，血书是魏先生带回来的。又是那个姓魏的。刚才有个青衣人从后门出去，左袖口有墨，走得紧急。往哪边去了？先往西，再折北，像是怕人跟。娘，我去追。你回查婆，若1个时辰后我和赵月没回去，再去地状。可问何？守摊也是正事。好，娘，我跟你去。魏良的字我认得。走，我带前头，不靠太近。他走得很急，但不熟这条巷。第3个岔口磨砺了一下。他护得太忙了，里面一定是纸，不是银子。若是银子，走路会坠袖。别靠太近，人急时最容易回头。门槛边有新泥车轮窄，停过不止一回，这里常有人来。魏宅果然是魏良。娘，现在进去吗？不进。顾府寿宴刚散，他脚步这么急，只能他说是来藏东西，不来助人的。那我们守着，先记地方，茶棚那边不能空太久。顾家若要动手，不会只在这一头动。可若他今夜就转移，所以不只是记门，还要记路、记车痕、记附近能出入的方向。前面是北街，后面连东市，侧边有一条短巷通到河边。说他带文书跑，走河边最快。窗纸新糊过，院里却没有炊烟，像存东西的地方，像存东西的地方。那他袖子里的未必是要带进去的全部，里面也许还有别的。先回茶棚，明日再想办法。娘，你总算回来了，我还以为要拿短状去大理寺了。没事，今天可有异常？有2个来看热闹的，一直盯着咱们庄纸的木箱，我没让他们靠近。还有个卖糖人的，问了3回你什么时候回来。糖人摊的轮子是新的，不像常年走街的。娘，顾家不会停，所以今晚先把寿宴上的事写成案记。顾寒暄在那么多人面前拿假血书害你，他迟早得还。不是迟早，是一步一步让他还。娘，魏良若真是10年前争供的人，那旧卷里一定有他留下的习惯。所以明日若有人来，我们先不急着追顾府，先追旧案的线。顾寒霜都骑到头上了，还不先收拾他？收拾一个顾寒霜，只能出一口气，把顾家背后的旧案挖出来，才能让他连气都喘不稳。那就先挖大的。写状先问证据，告状不靠哭，靠证据。你是写状还是喝茶？都不是，想请江娘子看一样东西。娘，他鞋底不是京城泥，像远路来的。他像官，不像普通人。请坐，请坐。江娘子认得这是什么吗？临川旧堤下挖出来的石头。你为何这么说？旧院说临川河堤用的是青涧山石，青涧山石质粒密，入水不易散。可这几块洪水一冲，根本撑不住。江娘子果然懂旧案。阁下带着江南堤石来南门，不会只是来考我。督察院许明龙，御史中丞，那你来的正好。顾府拿假血书害我娘，你快弹劾他们。温州，我又没说错。没说错。我奉命查江南河道旧壁，到临川后发现当年河堤案有蹊跷，旧堤下挖出的是裂石，不是正宗所写的青砌山石。我回京后想调旧卷，刑部说案已封，大理寺说无新证不可重启。现在看来，你手里也握着线索。有一些。你想翻江南旧案？不是想翻，是他本来就没结干净。好，那我不绕弯子。我今日来是试探，也是求证。现在试探完了。小姑娘怎么知道？若只是试探，你不会带实物，带了就说明你也需要人帮你看。说得好。许大人手里有什么？我查到临川河堤当年采石数与卷宗不合，阵银押运路线也对不上，可所有关键文符不是缺页就是生抄，没有底稿。缺页，缺页。公公供词中有人名被提到，却不见原供，像是被人抽走了最关键的一页。啊！许大人手里的缺口与我们看到的是同一处。看来我们查到一起去了。娘，这要拿出来给想查案的人看证据，不算错。而且他带了滴石来，外面有2个看热闹的，一直没走，我盯着。这是奏书，怀远侯当年未能递出去的半封奏书。若这半封是真的，10年前的旧案就不是错1、2页占宗那么简单。本来就不简单，但他只有半封，不能独立翻案，还缺后半截，还缺人证，还缺能把旧案和顾府连起来的活线。顾府这条线已经露头，血书是假，字像魏良。魏良，10年前江南河堤案的承卷人，如今在太傅府。难怪江娘子，我若递奏，能请求复核旧案，但只凭半封奏授和几块滴石，不够请动三司。
所以还要找人。谁？许顺，工匠供词缺掉的那个人。对，若他还活着，他就是活证。还有当年替灾民临工的人，只要找到魏良亲手改过的底稿，他就跑不掉。还有那个会说谎的新工人，我一听就知道他说的不像灾民。你倒会听，我娘教的。许大人若真想合作，我给你证据线头，你给我递奏和调卷的录。你想要什么结果？三思会审，三思会审。这不是一张状纸能求来的。那就先把能求来的证据一张张摆齐。好，我递奏，你继续找证。成交。娘，这个许大人可信吗？可信到他还愿意顺着证据往下查的时候。若他递奏，顾家很快会知道。刚才那2个盯着的人跟着许大人去了半条街，是盯我们还是盯他？现在2个都盯，顾家可真烦。说明我们写到疼处了。娘，我们现在就开始替旧案写状了。先写框架，等证据到位就能立刻递出去。娘，今天许大人拿来的石头还有谁见过？为什么这么问？因为顾家若知道我们见过那个石头，可能会来抢纸，也可能来烧棚。今晚把重要文书分开放。我收一份。那我也收一份。好，今晚不止分开放，还要记好后路。后巷一条，河沟边一条，东边柴市还有一条窄路。若真有人来，我们不跟火抢路，先走活路。那我今晚不睡死。我把要紧的字都抄双份。记住，不管谁来，纸重要，命更重要。娘，若真有人来抢，我们还能赢吗？娘，若真有人来抢，我们还能赢吗？能。凭什么？凭假的石头会画，假的血书会漏字，假的供词会漏口风。真的东西只要留下一点就能往回找。路我也记住了，那就够了。大人，牢里有个犯人自首，说自己是当年押送镇营的小吏，愿意认下江南旧案。自首？是，昨夜从死牢那边提过来的。一开口就说10年前怀元侯府私扣镇银、调换滴石，他全都知道。死牢提来的？属下也觉得蹊跷，所以先来回报。叫什么？梁武，40来岁，脸上有旧刀刀，说自己这些年良心不安，临死前要把旧案说清。临死前固然良心不安，多半不是良心醒了，是有人替他想明白了怎么死。提。再去南门外，请江娘子来旁听。请江娘子？她比很多人会听供。江问舟也带来。是。江娘子，陆大人请您去大理寺旁听一场审讯。又出什么事儿了？有人自首，说自己是10年前押运镇银的小吏，愿认江南旧案。娘，他走得很急，鞋边泥都没干，事儿不小。谁来自首？叫梁武，昨夜刚提出来。10年前的人，昨夜刚提出来。10年前的人，怎么偏偏这时候来认？因为有人急了。娘，这供若是假的，是冲着会审前灭我们的线，所以更要去听。我也去，我来听他说谎。我留在外面盯路，若有人趁空洞茶棚，我能先看见。赵月守案纸，许安守棚外。问舟，跟我走。好。马车已经备好。走。肃静！堂下何人？罪民梁武。你自称是10年前押送镇银的小吏，如今主动认罪，所谓何来？罪民这些年江南死了那么多人，想到怀冉侯虽死，可罪还没认尽，心里发慌，所以想在死前把旧事说出来。陆大人，此人若真是旧案涉案者，那也是天网恢恢，总算让真相自己浮上来了。本官问你了，不敢。你说当年押运镇银，镇银在何处换车？在临川北渡。几辆车？12辆。谁接的车？怀远侯府管事江平。他怎么接的牵押？左手还是右手？右手。娘，他说的太顺了，银子车数人人都顺，可一说临川北渡，喉咙卡了一下。继续听。怀远侯别院在何处？在临川城西。看来10年前旧案确有其事。他比梁武还急，先别出声。把玉图铺上来。是。你既是押银小吏，就把当年押运路线画出来。10年过去了，小人未必记得这么全。大人，10年前的细路细坡记不清也属常情，能记得大事已属难得。若连路都记不清，却把12辆车接车之人、别院方位都记得这样清楚，那这记性倒挑得起。公堂之上，哪里轮得到你一个妇人插嘴？江氏是本官请来辩供之人，谁再打断，本官连他一并审。是。画。从官道南下，过驿站到临川，再从北渡换车。他没走过那条路。他背到地名就慢，像怕说错。真走过的人不会怕地名，怕的是日子和人脸。说得对。第一，临川北渡不在你点的位置。第二，押运驿站少了一站。第三，你说的城西别院，10年前那里是驿仓，不是别院。小人记错了。那我问你，临川北渡是木桥还是石阶？石阶。几道？3道。临川北渡10年前因春汛冲毁，只留木桥，没有石阶。今日要听的不只是供词，还有真相。就算他记错渡口，也不能说明整份供词都是假的。能，
他说林春2个字时舌头发硬，说北渡时气往回缩。他不熟江南话，也不熟那地方，他会背供词，可不会走那条路。一个孩子也敢断案？不是断案，我是听谎。你刚才说确有其事时，比他还急。你刚才说确有其事时，比他还急。梁武，你究竟是谁？小人就是压玉小艺。不，你不是。你手上的烙印不是今天才出来的，颈后还有淡淡纹路。你胡说！旧案小丽，燕，你是死囚。是，真是死囚烙印。谁让你来顶罪的？大人，这等死囚满口胡言，何必再听？你急什么？他说到家人那2个字时，胸口一直憋着气。他怕的不是死，是家里人。你是死囚，本来就要死。有人把你提出来，让你认下旧案，是不是答应给你家里留银子，或者留一条活路？梁武，公堂之上不可攀见。掌嘴。是。本官再问一遍，谁让你来？小人不是压抑小丽，小人原是城南赌坊打手，3年前犯命案入死牢。前日有人把小人提出去，给了小人一份供词，上任小人背，说只要认下江南旧案，给小人娘和儿子500两安家银。竟有此事！是谁提你出来？是他，太傅府的人。他身边还有个青衣先生，姓魏。胡说，他血口喷人。他喊得太快了，慌了。你说他胡说，那你方才为何3次替他说话？我只是。梁武收押，太傅府管事暂就，今日全部供此次封尊，一份送督察院，一份留大理寺。是，陆大人，我是太傅府的人，你进了大理寺，你只是涉案之人，你只是涉案之人。今日多谢。我不是帮你，我知道你是在帮旧案，也帮我外祖家。你今日听得很好。你不用夸我，我只帮我娘。梁武只是死囚顶罪，管事也只是顾府放出来挡刀的人，真要紧的是那个姓魏的。魏良，你若还想查，就从死牢提人名册查起，从太傅府到死囚，再到假供，现已经录出来了。我会查。那就查案。江清池，当年旧案可能真的错了。不是可能，你如今看到的只是他们用一个死囚来补10年前的漏洞。若旧案没错，他们何必这么急？坏人越急越会说错话。我记住了。查给卷宗看，不必说给我听。娘，怎么样？假的，他刚不是压阴小丽，是死囚，还被我听出来了。顾家的人动了，动了，说明他们和怕会审前在漏证。我来记，今日供里最要紧的是哪几处？第一，梁武不是旧案人，是死囚。第二，太傅府管事出面引供。第三，魏良漏了名。还有第四，他一说临川就卡格，他根本没去过江南。假供不只是假，还说明他们在补旧案的口。今天开始，还说明他们在补旧案的口。今天开始，盯查棚的人会更多。那就把纸分开放。我来藏供词副本，贾雪书笔记我收。后巷和河沟那2条路，我晚上再走一遍。记住，他们现在越急，越说明旧案快被翻开了。可越到这时候，越不能乱。我不乱，我只听，我只看，我只记录。好。父亲，梁武怎么会在堂上招了？不是说他只要背熟供词就行吗？废物，一群废物！女儿也没想到陆晨舟会把江清禅请去旁听。我早说过，那女人留着就是祸。你偏偏几次3番都没把她摁死。女儿已经尽力了，义庄那次她没死，茶棚那次她又活了，现在连死囚供词都被她拆了，我还能怎么办？那就别让她继续拆下去。父亲的意思是，旧案会审前，他手里那几个孩子比他本人更值钱。说他不肯交证据呢？那就让他知道什么叫舍不得。女儿明白了。江娘子，我儿子被赌房扣着，他们逼我拿房契换命。先说赌房名字，再说何时扣的人。城西顺昌赌房，昨日申时。娘，他鞋底太干净。你家住城西？是。城西今早下过泥，真从那边赶来，鞋边不会一点泥都没有。有人身子不适，快闪开！麻烦让一让，小心磕碰到人。娘，退后，退后，走，一并带走。放开他们！有人故意拦路，孩子被抢了！往西。我带人分2道追。不用追最显眼的那2辆，那2辆是放出来引人的。你确定？这一辆载得最稳，车辙压得浅，转角时也没慌，说明车里的人他们舍不得摔。孩子在这辆上。2人清路，2人随我，其余人封西巷出口。他们不会把孩子带回顾府正门。那会去哪里？顾家别院，能藏人，能关人，也方便谈条件。走。过坡右转，走石板路，继续下行。你都记清楚了？记得。顾姑娘吩咐，先将众人安置在偏院屋舍，待江青瓷拿出文书与证呈，就放他们离开。倘若他不愿拿出呢？便先与他好好商议。这孩子通晓文字，心思机敏，留着可用来传话沟通。安分些，切莫再滋事，不然便不会这般容情。你们还好吗？可有受伤？我并无大碍。可有受伤？我并无大碍。
出口在西侧，顶部盘左侧区域空空，疑似旧时通道。先把绳索解开。绳结在外侧，徐安，试着用牙齿帮忙解开。3个小东西倒是挺能撑。坏人，你顾姑娘现在打他脸上留痕，我娘一看就知道你先动了手。你倒会说，你掳我们来是想换东西，东西没拿到以前，我们伤得太重，你不好谈。果然像你娘，我妹妹比你聪明。等你娘交不出东西，你就知道嘴硬有什么用。这里是顾府别院吗？哦，原来真是。看紧他们，将青此一道，先让他教奏虚和奉词。他认了是别院坡，西墙外有狗，东边有水沟，地窖上头有槐树。娘会找的。你怎么判断他们在地窖？徐安习惯用这种石子压制，他不会无故丢在路口。西边有狗，不利潜入；东边有水沟，墙根湿，脚步容易被掩。他们若藏孩子，最稳的是地下。封住别院攻守，守墙。差役跟我进东边。是。果然是他。我要先见孩子。我陪你进去。带你的人守后路。东西呢？我要先看孩子。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，你也没资格绑人。顾寒霜，掳走幼童勒索证据，掳走幼童勒索证据，按律先账后留。你父亲护不住你，到现在你还同我讲律。江青丹，你的孩子在我手里。娘，他怕你。闭嘴！拿下，一个都不准跑。是。拦住他们！拦住！开门！娘，我没哭。好，娘知道。我留了记号，我记住路了。都做得很好，都。娘，这印泥颜色和假血书边角的一样，这是书霜上那个见证人的私印，可真正的见证人根本不存在，印在他手里，说明血书名从头到尾都是顾府自己做的。不是我，是魏先生给我的，是他说。姑娘，别说，别说。晚了。陈州哥哥，我做这些都是因为你，若不是他回来，若不是3个孩子，你怎么会离我越来越……你害他们的时候还敢提我的名字，顾寒霜，你让我恶心。活该。把他押走。别院护卫送信小厮，他做别了，一并带回大理寺。今日起，顾府别院封院彻查。是。娘，我真的没哭。我知道。地窖墙角那个记号，若你没看到，也能留给后来搜的人。你想得很周全。别院东墙到地窖一共28步，若以后再去，我还认得。谁以后还去那鬼地方？我说认路，不是想去。而且这条路可以写进案记。对，写进案记。对，写进案记。江娘子，说，今日若不是你先认出西巷那道车辙，孩子们未必能这么快救回来。不是我一个人认出来的，是他们没白怕，也没白忍。你昨日来过，前日也来过，每次只喝半碗茶，不写状，也不说事。我就是爱看热闹。你今天站到第3条线外，第3条线外是只盯人不办事的人待的地方。让他走，不必追。哼，天天盯，烦死了。烦，说明他们急。顾家若知道别院卢子案已成正，接下来只会更急。姑娘。周嬷嬷，姑娘，真是姑娘！别跪，进来坐。她叫娘，姑娘，先别问。今日歇半个时辰，结案先登记，别围。老奴找了你10年，那年出事后，老奴把你送出城，自己去引开追兵，后来被人卖到北边。前阵子听说南门外有位江娘子带着3个孩子写状，老奴就猜可能是姑娘回来了。嬷嬷受苦了。老奴不苦，姑娘活着，姑娘活着。侯爷和夫人在地下才有盼头。您是救过我娘的人？真像姑娘小时候。我是江问舟、江兆月、江寻安。好，都好。侯爷当年让老奴藏的，姑娘手里若有前半截，后半截就在这里。是纸。赵月，把灯举高。第10原定青燕山，后为白泥山裂石所替。这里还有。阵营在临川南驿失去签收，押营部被迫重写。还有魏良，陈愿以身入京，请陛记下钦察河道总督、太傅府门下魏良及阵营去向。侯爷本来就要入京告谕低爵，京中又忽然传出侯爷畏罪潜逃，搜索门也递出去，人也没能出来。他们明明早就查到了，现在也能查到。嬷嬷，当年府里还有谁活着？老奴只知道2个线头，一个是修堤工人许顺，侯爷曾救过他的命，出事后他逃了；还有一个河道小吏，姓罗，替侯爷送过采石文书。娘。刚才那个被赶到第3条线外的人，听见周嬷嬷哭时就走了，往西巷。什么时候走的？刚1刻钟前，走得急，鞋跟还带着土。是不是老奴把人引来了？不是你引来的，是他们一直在盯。救载书原件不能留在一处。赵月，你把贾家血书比对和顾寒轩小印记录带着。我贴身手。问好，这些你收进号牌筒夹层。我谁都不给看。你记录。
今晚若出事，走哪边？后巷一条，柴市一条，河沟边一条。若正面来人，先走后巷；若后巷也堵，就走河沟边。好，今晚不睡死。姑娘，嬷嬷别怕，怕是他们该怕。来了，都在里面，在那老东西也在。先泼油，再点火，文书烧干净。人若跑出来，就往巷子里赶。赵月跟嬷嬷走中间，温州在前，徐安带路。后巷有人，几个？2个，脚不重，带刀。走河沟边。我先去，接赵月。娘，快！谁要跑，往后堵！走，追，别让他们跑了！姑娘，我拖累你们了。不是拖累，继续走。姑娘，我拖累你们了。不是拖累，继续走。这边。怎么回事？走毁了，抓贼啊！他往西，想绕废院。赵月，你带嬷嬷去赵大田家暂避。温州、徐安，跟我追一个。娘小心！放火的人在这里！拦住！检查一下，你是南门血庄的江娘子，就是他烧我们的棚。好，跟梁武那块一样。红泥，太傅府后巷常有这种泥。我不是，我只是拿钱办事。谁给的钱？娘，他听到太傅府3个字时咽口水了。烦请送大理寺告诉陆大人，茶棚失火，放火人上带死囚牌。昨日死囚顶罪，今日有人灭证，两案能并。江娘子放心，人和牌我立刻送去。江娘子，我一听说走水就来了。孩子们先喝口热的。还在，没烧掉。我这份也在。原件也在。棚烧了怕什么？我帮娘子再搭，我也搭。桌子用这个。火烧不尽冤，状纸仍照写。今日照常写状，烧棚的案子也写。江娘子，我也想写一张。我排号，我排号。你伤着没有？这是茶棚子的状纸，苦主是我，证人有赵大田、巡夜人、周嬷嬷3个孩子以及南门百姓，物证有火油残迹、死囚牌、放火人待审，还有完整奏诉已经拼上了。周嬷嬷刚送来的后半截。完整了，完整了，上面写了魏良，也写了镇营诗仙，都带死囚牌，顾家谱旧案，谱得越来越急了。昨晚追的人里有个鞋底带太傅府后巷的红泥，我会查，把案子查好，比问我有没有受伤有用。好，姑娘，侯爷若看到今日，他会知道我还在写。娘，今天是不是就要开3司会诊了？今日不写散案，只写旧案。贾雪书、拓本、顾寒霜、袖中小印、请帖字迹、旧卷、真宫笔席，我都按顺序放好了。督察院的人从在北边，顾府那头没动静，安静的不对。他们越安静越坏。今日顾太傅在堂上，顾家就算再急，也只能先堵堂上的输赢。姑娘，老奴一晚上没敢合眼，侯爷若知道今日能重开此案，嬷嬷，今日不是怀念的时候，等案子落定再哭不迟。是，老奴不耽误正事。时辰到了，刑部、大理寺、督察院3方都已到齐，你地状的身份和旧案重开文书也都准了。那今天是不是谁也压不下去了？压不下去，那就只看证据了。压不下去，那就只看证据了。录清了，可以走。走吧。真是10年前河堤案。听说怀远侯府当年是被冤的，那位就是南门血庄的江娘子。他们现在都认得娘了。堂外别多说，留着堂上听。你们站在旁听席，不许乱跑。我们是来帮我娘的，不是来乱跑的。好，那就稳稳站着。顾大夫身边少了2个长跟的，像是故意没带上堂。人不在，不代表线断了。先进去。肃静！江南河堤旧案今日依奏重开，地状人上墙。民女江青瓷，怀远侯府遗孤，10年前偷换堤时贪谋踏银，幕僚阵营，伪造供词魏良，构陷怀远侯府，致江南百姓死伤，致侯府满门含冤。区区逃脱罪诏，靠一座茶棚聚众做事，也敢在3司公头上翻旧案？我靠的不是茶棚，是证据。依次成证。第一证，怀远侯当年未能递出的奏章，前半截出自旧散谷，后半截由侯府旧仆周氏保管。奏章中明确写堤时被换镇银诗师魏良改供。一封烧残旧纸，来历不明，如何当堂枉为证？可验字。你上前说。这是怀远侯当年写账房、知府、河道衙门的旧信，知府、河道衙门的旧信，奏手与旧信的字迹一致，尤其第右旁少顿一笔，临字都是收笔人常用习惯，旁人可学行，难学常年笔意。回诸位大人，字迹相合。赵月一说字，堂上那些人都安静了。顾太傅右手拇指在抖。第二证，旧堤下挖出的裂石，与许顺保存的采石手记。旧卷称用青眼山石，可实物
却是白泥山烈士。当年就是这种石，一捏就散。传许顺。小人许顺。当年修临川东堤第3段，原定清血山石，后被河道总督府强命换成白泥山石材，呈上去的采石记录也被做了变动。怀远侯发现后，欲带魏良等人回京降，未料堤坝先行出事，人也没来得及走。一个躲了10年的工匠，此刻传我校正，谁知道是不是你们早就编好的说辞？他急了，孩童不得喧哗。我不是喧哗，我是在听。顾太傅骂我娘时声音稳，许顺一说魏良改文书，他尾音快了半叹，还先吸了一口气，他怕这个名字。堂上变供本就是证据之一，孩子所言可记。荒唐！荒唐的是石头绘画，剑宗却写他坚如青山。第3证。顾府寿宴上的假血书，血书用京城云绢，边角有顾府库房防虫朱砂印。所谓见证人私印，则搜顾寒霜袖中。不是我，血书不是我写的，但你拿出来了，你还说过是魏先生从临川带回来的。你还在别院掳走我们3人，你还在别院掳走我们3人，要我拿奏州和供词去换。我只是想压住你，若不是你回来，陈州哥哥不会这样看我，父亲也不会被逼到这一步。顾寒霜，慎言！都是魏先生教我的，血书是他拿来的，字也是他找人写的。他说只要在寿宴上压住江青禅，旧案就翻不起来。他先怕了，他每次要说真话前，都会先看顾太傅。魏良，这些字你认不认？小人只是幕僚，字相似，不能说明什么。4份字分别装成灾民顾府凤、旧案证物和建成书房，可远字为左旁偏窄，名字最后一笔压横，都一样。你改得了身份，改不了习惯。娘，他要招了，那就让他说完。魏良，如实招来。小人招。10年前，是顾太傅命小人配合河道总督改采石文书，自改灾民口供，把镇营失事和堤被换都推到怀远侯头上。后来寿宴上的血书也是小人经手送入顾府的。魏良，你敢攀咬本官？小人只是奉命。当年周仓收银、改供、灭证都是赵顾府的意思办的。他现在想看门外，像是还盼有人救，不会有人救得了他。第5证。押银卢县图与庄仓旧账。10年前镇银在临江南邑后改道，未入灾区，而是转入顾氏门生名下庄仓。另有梁武顶罪案、茶棚放火案可证。顾府未掩旧案，先后以死囚顶罪放火灭证。小人认。先后以死囚顶罪放火灭证。小人认。是太傅府的人拿小人娘和儿子的命逼小人背供。回诸位大人，茶棚放火之人身上搜出死囚牌，与死牢之事一致。若怀远侯有罪，为何要改供？为何要换石？为何要掳子放火，用死囚补口？你们不是在维持真相，是在补一个10年前就该裂开的谎。就算有幕僚胡为，也不能都扣到本官头上。魏良供你，庄仓账供你，假血书供你，顶罪灭证也供你。顾太傅，你若还想摘干净自己，先摘掉这10年经你手织出来的网。大理寺复议，江南河堤旧案原判有误，怀远侯府应撤原判，重怀清明。顾太傅革职收押，魏良河道就业，涉案管事一并下狱。江南河堤案撤销原判，盛请圣策，为怀远侯府昭雪。娘，赢了吗？第一口气替他们出了。外祖父的名字终于能写正了。姑娘，侯爷和夫人总算等到了。嬷嬷，账还没算完，圣裁下来前还不能送。圣旨这2日就会下，顾家那边我会盯着，不让人再犯案外之案。多谢许大人。今日之后，顾家再不能碰你和孩子。本来就不该碰。对。娘，会审上的每一句关键供词我都记下了。会审上的每一句关键供词我都记下了。东边街口2个盯梢的已经撤了，顾家人散了。那就回南门。现在还回茶棚？案子得雪，庄主照写，南门还有人在等。江娘子，这匾结实，保你挂10年都不歪。10年哪够，得挂一辈子。娘写什么？还写改写状文吗？可以写明渊堂，这里高，不漏雨，也不搭风。好，就叫明渊堂。明渊堂。他怎么又来了？不像来查案，里面有纸，不是正宗。江青瓷，我来请罪。陆大人若为旧案而来，三思已审。不是为旧案，是为我。我错信顾寒霜，错看证物，错写休书。你在陆府5年，替我理案牍，护孩子，受轻慢，我却没有查，没有问，也没有护住你们。义庄那一夜，若你没活着出来，我连承认自己有多错的资格都没有。现在说这些有点晚。是，晚了。我不求你现在原谅我，我只求你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做他们的父亲，不是把他们带回去摆个名分，是以后他们读什么书、吃什么饭、怕什么、想什么，我都能一件件补上。你们怎么想？他若以后来教我听供，我可以先听一听，但他要是再偏心，我就不理他。他若能找来大理寺旧案给我看，也可以来喝茶。你们怎么想？他若以后来教我听供，我可以先听一听，但他要是再偏心，我就不理他。他若能找来大理寺旧案给我看，也可以来喝茶。他来时不能带顾府的人，也不能关门。不会，以后都不会。认亲文书留下，嫁妆清单留下。为什么？请罪不是写给我看的，是做给他们看的。你欠孩子的，不是一封纸能还。好。还有，我不会回少卿府。5年前我进陆府是为了活，如今我活下来了，怀远侯府也还了我名，我有自己的路要走，我不会再把自己交回一扇关过我的门里。
我明白。明白就好。父亲1号，今日只有一个号，先试。好。左边高了一点，再往右一点，别歪。这样。可以，再落半寸，才稳。江女子，我想告人。进来，先说你告谁？告我夫家亲我嫁妆，还想夺我女儿。慢点说，说重点。姓名、住处、何时出的事。写状的人进，围观的人站线外。何时发生？谁在场？有无文书？你亲眼所见，还是听人说？